你是否发现自己总是忙忙碌碌，为什么却还是入不敷出？你身边同龄人中的一些佼佼者，同样起点不高，为什么他们却能混得风生水起？你想要改变，却总被现实打回原形，有一种无力感。问题出在哪？吴军博士曾在演讲中说，向上的路注定艰难，而向下的大门永远敞开。一个人努力向上的过程，就像在攀登一座金字塔。向上步履维艰，向下万丈深渊。一旦你下定决心向上突破，就会有很多向下的力量拉扯你，牵引你。这些有形的无形的把你往下拽的力量，我称之为底层牵引力。一、原生家庭引力。网上有个热门问题，贫穷为什么会遗传？评论区有2个真实的故事。有名用户说，他的父亲16岁参军，走出苏北农村，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，年纪轻轻干到副营级，却在前途一片大好的时候转业回家了。理由是奶奶说家里的地没人种，于是他父亲听了奶奶的话，回家种地了。另一名匿名用户说，他小时候穷到交不起学费，大学误打误撞被调剂到了计算机系。毕业时通过了腾讯的网申，却在面试的时候主动放弃了，因为他买不起车票，家里人让他选择县城月薪3000的国企。多年后，当初和他一起面试的同学早已财务自由，他还在县城的国企数着薪水，算着房贷。一旦你有跨越阶层的机会，第一个拖住你的不是旁人，而是原生家庭。你想去大城市闯一闯时，亲戚朋友劝你，女孩子别想东想西，赶快找人嫁了吧。你想换一份更有前景的工作，父母不支持，现在稳定的工作多难得，别瞎折腾。你想创业做生意，家里人第一个反对，创业风险太高了，别冒险了。倒不是身边的人见不得你好，而是认知有限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大西洋月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，描述了这样一个画面：你站在社会经济的梯子上，脚踝上捆着一根橡皮筋，皮筋的另一头捆在你父母所站的梯级。如果你的父母站在梯子的上端，当你往下掉时，橡皮筋会把你拉回来；如果他们站在下端，你开始向上爬时，他就会把你往下拽。所以，如果你出身普通，你要趁早明白，你的原生家庭给你的建议，本质上都会把你拉到和他们同等阶层稍高一点的位置。如果不努力冲破这个枷锁，那你的人生很可能就是他们的 2.0 版本。2. 奶头乐引力。作家雾满兰江认为，读书有5个层次。第一层，纯娱乐小说，读自己喜欢读的书。第二层，传统经典小说，读对自己有用的书。第三层，进入史哲领域，读有价值的书。第四层，进入思想领域，读有延展性的书。第5层，就是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，并依据自我体系构建新的阅读书目。简单来讲，一个人阅读的深度就是他思想的尺度，高层次的人往往都是深度阅读者。看过一幅令人深思的漫画。互联网高速发展，人们点点鼠标，动动手指，就能轻松获取各种信息。跳着手指舞的帅哥美女应接不暇，娱乐圈的明星八卦一波接一波，惊险刺激的网络游戏让人欲罢不能，速成的付费学习缓解了知识焦虑。你喜欢什么，手机最清楚；你爱好什么，算法就给你推送什么。于是
人成了互联网宠物，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中。思考力成了时代的稀缺品，注意力涣散成了时代病症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自己能够专注思考的时间正在越变越短，自己能够全力以赴的事情正在越变越少？你很难完整的读完一本书，元素看完一部纪录片，独立组织一篇文稿。长期浸泡在短平快的低密度碎片化信息中，失去了思考力，就失去了进步的可能。沉迷于这种低级的奶头乐中，失去进取心，就会永远被桎梏在底层。有一句话我非常相信， You are what you read， 直译是你读什么，你就会成为什么。更好的翻译是，一个人获得什么样的信息，往往决定了他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不要让你的时间和注意力都被网络劫持，养成深度阅读的好习惯，我们才不会沦为信息的傀儡，快餐信息的回收站。3. 底层圈子引力。经济学人在做一个调查时，发现了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：中产阶级和贫困阶层的工作时间在最近30年出现了大幅下降，而富人和精英阶层的工作时间却在最近30年出现了大幅提升。50%以上的亿万富翁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65个小时。为什么？富人认为工作的本质是为自己创造价值，所以坚持在工作中提升技能。穷人认为工作的本质是为老板提供价值，所以摸鱼成了反抗资本最有力的武器。于是乎，上班摸鱼成了政治正确，努力工作的人就被打上了奋斗逼的标签，被孤立，被嘲讽。卡内基钢铁公司董事长齐瓦伯18岁时在卡内基经营的一家建筑公司打工。工友们抱怨工作累、薪水低、工作时敷衍对付，齐瓦伯却热情满满，他立志成为优秀员工，上班勤勤恳恳，下班还自学建筑学的相关知识。工友们看不惯他这样的异类，纷纷挖苦嘲笑他，他不管不顾，热情依旧。8年后，他升任总工程师，年仅25岁就成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。而当初那些嘲讽他的工友，要么被裁，要么还停留在原来的岗位。工作中总有人在敷衍、摸鱼，而且设法将你变为他们的一员。我劝你一定要离这种人远一点。经济学教授薛兆丰说过一句话：人永远在为自己的简历打工。你在工作中混日子，工作迟早有一天会淘汰你。4. 弱者价值观引力。有名博主曾说过一句话：有个真实感受，不知道该不该讲，剧烈的社会分层俨然正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。就是我们身边的好多人都在拼命学努力做，于是他们物质财富、社会地位都在肉眼可见地快速积累。但还有一部分人总是埋怨阶层固化，没有前途，觉得什么都是别人想割我的韭菜，把弱者的武器工具箱打开，全用在抱怨、仇恨、躺平、摆烂上，于是他们的生活真的变得很烂。你身边肯定有这样的人，看见富二代们炫富，就抱怨出身不公，失意落魄时就埋怨阶级固化，看到比自己资历浅的同事升迁，就揣测为某种潜规则，把自己的失败、不如意甩锅给社会和别人，固然能聊以自慰，但短暂精神马杀鸡的代价是，沉浸于自怜自艾的情绪中，失去了自救的可能性。一位心理学家把人的价值观分为2类，一类叫弱势价值观，一类叫强势价值观。弱势价值观遇事问：凭什么？喜欢向外归因。强势价值观却习惯于问自己：为什么？善于向内求因。
就像出身农民的俞敏洪，高中时候，他的老师对全班同学说：“你们在座的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，以后一定都是农民。”许多学生相信了，不是中途辍学，就是没考上就放弃了。俞敏洪不认命，考1次没考上就考2次，2次没考上就考3次。最后他终于考上了北大，一个农村娃成了企业家。古兰经中讲，山不过来我就过去。人生而不平等，出身的差距，天赋的差距，资源的差距。抱怨毫无意义，行动才有转机。当你把凭什么的抱怨换成为什么的自救时，就意味着你又向高处移动了一大步。5. 多巴胺引力。想了解多巴胺如何毁掉一个人，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，我把链接放在留言区。生物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实验，叫做老鼠也疯狂。一只老鼠被连上了一个电极，每当它按下按钮，就有微小的电流刺激它的大脑。但老鼠被电后，不仅没有躲开，反而越来越兴奋。12个小时疯狂按了7000次按钮，最后力竭而死。原来电极刺激了大脑区域的快感中枢，会产生让人兴奋的多巴胺，于是老鼠掉入了这个快感陷阱里。别嘲笑老鼠，其实我们高明不了多少。知道垃圾食品有害健康，却忍不住大快朵颐；深知短视频让人上瘾，却忍不住打开刷个不停。一根网线，一个外卖电话，一屏永远看不完的短视频，可以让你在短时间享受到快乐。但所有能立马满足你的娱乐方式，最终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彻底毁了你。无节制的爽感之后，往往是无尽的空虚。哈佛商学院做过一个调查，结果发现了一个反差极大的现象：越是富人，越是精英阶层，越喜欢采用补充型的娱乐方式，比如健身、阅读、学习；而越是穷人，越是底层的人，越喜欢采用消耗型的娱乐方式，比如打牌、打游戏、看肥皂剧。永远不要让自己成为那只疯狂的老鼠。低级的快乐靠放纵，顶级的快乐靠自律。读书很枯燥，但一页一页啃，才能内化为知识和智慧。健身很痛苦，但汗一滴一滴流，才能塑造更强健的身体。多巴胺只能带来片刻的欢愉，苦熬过后，内啡肽带来的快乐，才有持续一生的回甘。限制你成长的核心因素。往更深层次看，这些限制你成长的底层牵引力，其实是来自家庭、自我、环境等内在外在2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。一、内在关系影响驱动力。哲学家梁漱溟，人一生要处理好3层关系：自己与世界的关系，自己与他人的关系，自己与自己的关系。但其实你与世界的关系，就是你与自己的关系的一种投射。这种内在关系往往是童年时期形成的，也就是你和父母构建的关系，影响到你对世界的感知。举个例子，我们普遍的认知是，职场的本质是一种交换。你以为你一直都在拿自己的时间、精力和老板、同事以及客户做交易。错了，其实你一生都是在和自己做交易。比如，你工作勤奋上进，难道真的是为了那点绩效和奖金吗？从核心来讲，难道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成长诉求吗？而年轻人在职场中躺平，难道不是因为对自己无力改变现状的一种摆烂吗？古人说，行有不得，不求诸人，反求诸己。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生存，其实不管什么关系，本质上都是你和自己的关系，它会演变成你的内驱力。当你自己强大了，自己改变了，你身边的世界才会随之改变。
二、环境冲击底层思维。我们可以说，原生家庭也就是你的出生点位，就决定了后续很多的发展方向和风格。就比如，为什么沿海城市经济更发达？古有先民逐水而居，现有城市近水而设。首先，沿海地区地势平坦，雨水也充足，内可耕种外可出海捕鱼，吸引大量人口聚集。其次，运输条件好，发展港口运输，便于各国间贸易交流，人流动起来，经济就活了。经济好了，老百姓的生活也就好了，教育、医疗等基础配置自然也就起来了，还会吸引更多的外地人员加入，助力沿海城市发展。长此以往，政策、人才、资源必然也会更倾向于发达的沿海城市，这也就是经济学中的马太效应，强者愈强。换到人身上也是如此，你原生家庭的资源、教育水平和思维方式，就会影响你前半生的很多重要抉择。但人跟城市不一样的是，人是活的，可以从一个城市换到另一个城市。另外，人还有着自我觉醒和迭代能力，但这个能力也取决于你所处的环境和信息摄入。就比如，一个孩子大学英语8级，毕业后再也没啥用，不要怀疑，10来年后跟个高中生也差不多。而一个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的福建人，跑到国外10来年，如果他不是躲在唐人街或者法拉盛不出来，他的英语水平要完爆当初的8级高手。相比于大学，环境对人的塑造更持久，更有决定性。而且是环境改变人的思维，思维会进一步改变境遇，反过来再改变思维。但这个过程无疑是缓慢且痛苦的，这也是为什么小镇做题家这个词之前引发了广泛讨论。就是太多的小镇青年来到大城市后，新环境带来的冲击感太强，打破了原有认知和思维方式，甚至内心骄傲的破碎。3、时间精力被内卷消耗。除了内在关系和所处环境的限制影响，我们所有人都共有的最公平的一个限制因素就是时间。但多少人没有真正意识到时间和年龄的宝贵呢？多少人曾经一腔热血、踌躇满志进入社会，立志干出一番事业，然而几年摸爬滚打，蓦然发现勤勤恳恳打工好几年，好不容易打拼到中层，人却已到中年。越往上晋升越难，职场后生像韭菜一茬茬冒出来，比你优秀、精力旺盛的比比皆是，身上背负的担子还越来越重，精力被各种琐事牵扯，孩子、房子、车子月月要供，看似外表光鲜，内心却感慨活得不如狗。身上已经被潜移默化的社会规则、人伦五常套上了层层枷锁，想要突破是非常艰难。而你奋斗一生，只不过是在自己父辈的基础上略好，你是否会心有不甘呢？所以，想要过好这一生，一定要规划和管理好你的时间和精力，这些才是你人生最宝贵的财富。什么是劳动力？就是用你的时间和劳动去换取报酬，但过度的占用就是消耗和剥削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下那么多年轻人反感职场内卷，更多时候，我们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在为别人的梦想买单。如何从底层上找到改变方法？然而，道理我们都懂。韩寒也曾说过，为什么我们看过这么多书，还是过不好这一生？很多时候，是我们没有从底层驱动力上去寻找原因。如何从底层上对自己进行改变？1、反思，提升认知能力。傅盛说，人跟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认知上的不同，人和人最终比拼的是对一件事情的理解和对行业的洞察。只有你真正认识了这个世界，了解它的运行规律和内在逻辑，你才能够有真正的进步。而提升认知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会反思。什么是反思？
反思就是对产生结果的原因进行分析，是对一开始的假设进行校正。我们通常做事的顺序是：做出假设，采取行动，产生结果。反思的顺序则是观察结果、现象，研究原先假设，反思校正假设。我们只有不断反思过去的经历，提炼精华，指导未来，才能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，让自己有所进步。在学习的过程中，反思不仅能让我们发现知识误区，促进已有知识产生新知识，还能检验学习的新知识是否用了起来。那我们日常生活如何训练反思能力呢？一、从小事反思，深入突破。二、把生活案例化处理。生活每天都在生产未经加工的经验素材，我们的判断来源于经验，而有效的经验来源于对判断的反思。反思让我们把生活的素材重新解读，成为洞见。三、培养记反思日记的习惯。记录反思日志时，不仅要记录事情的结果，更要记录自己的情绪和思考的过程，列出改进计划。记录自己的思考过程，可以记下面几个问题：当时思考时，我考虑这件事情的目标了吗？如果考虑了，当初的目标是什么？在这个目标下，我当时考虑了哪些因素？现在看，这些因素合理吗？有遗漏吗？我当时为什么会这么考虑？各种因素中，哪个条件发生变化，结果可能不一样？最后的结果和我的预期之间有什么差距？为什么？如实记录，你就有丰富的材料拿来吸取教训，加速成长。当这件事做的时间越长，就越可能让自己看到更深层的规律。因为人的进步和行为的改变往往源自反馈。二、专注自己，跳出越忙越穷的怪圈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会反问自己：我这么努力，为什么还是不行？实际上，上天不会亏待一个真正努力的人，但也不会同情假勤奋的人。一、要做一个有用的人，而不是一个好人。生活中，我们往往会被周围人提出的请求绊住了时间和精力，还为此有苦难言。通常可以用2个尺度判断帮还是不帮：第一，不帮违反原则的忙，以及自己帮不上的忙；第二，分清哪些问题应该由他们自己解决，哪些需要我帮忙解决。分不清哪些事情该做好，哪些事情不能做，难免会陷入越穷越忙，越忙越穷的怪圈。所以，我们要做一个有用的人，而不是一个好先生。二、认清你自己，专心做好一件事。丰源创投合伙人吴军从谷歌研究人员转变为投资人后，很多人问他是如何做到多任务并行，又是如何实现跨界的。他回答：我在年轻的时候曾想通过多任务的方式多做几件事，结果是一件事都做不好，时间一长，我总是在低水平上兜圈子。所以，最好的方式是专心做好一件事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曾做过一项研究，表明人脑同步思考的能力其实非常有限。2009年的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MIT Technology Review 中有一篇文章写道，人脑的带宽只有区60比特秒，是那个年代上网带宽的10万分之一。对于人脑带宽最高的估计，不过每秒上千比特。照这个速度传一幅手机图片，大约需要1小时。所以，生理上的局限意味着，人在某一时刻只能接收、保留和处理少量的信息。如果一心多用，不仅不能多做事情，反而会因为来回切换任务而降低工作效率，还容易导致错误不断。三、确定一个学习目标，长期坚持。就像外语学习，有些人极具语言天赋，英语、德语、西班牙语样样精通。当你问他有什么秘诀，往往只会得到一个答案：坚持多练。但有些人
一会儿看美剧，一会儿背短文，最后花了不少时间，说出来的口语别人却听不懂。其实世界是非常公平的，成长很难有捷径，只要确定一个学习目标，长期坚持，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。很多人崇拜速成，他们相信自己能找到别人找不到的捷径，而不是沉住气慢慢提升自己。事实上，功夫没下够，用什么方法都是在浪费时间。3、和智者交朋友。在恋爱、婚姻中，很多人纠结于是找喜欢自己的人还是自己喜欢的人，把这种选择推及各个层次的朋友上，问题就变成了我们应该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。道德经中说道：知人者智，知己者明。一个人被称为智者，那学识自然是十分广博的，思想上的远见也比常人更高。他们通常有以下几个特征。首先，智者善于思考问题，深入剖析现象背后的本质。其次，智者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，经常能够为别人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。再次，智者往往很有耐心，能够静下心来倾听别人的意见和需求，不轻易发表自己的看法。与智者同行，通过观察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的表现，发现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法，可以反哺自身的修行。和智者交朋友，你也会变得博学多才，驱动自己更快的成长。就像伍德罗·威尔逊说的，我不但充分利用自己的智慧，还竭尽所能去借用他人的智慧。把自己变成海绵，吸收更高级的智慧，你必将拥有超10倍的成长。一个人努力向上的过程，就像在攀登一座金字塔。向上，步履维艰；向下，万丈深渊。但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别人，而是那个盲目又固执的自己。而真正能帮到我们的，也恰恰是觉醒后的自己。奇葩说里辩手潇潇有一句辩词我特别喜欢：往往最诱惑的选择，不是上帝给你的机会，而是恶魔给你的考题。在向上攀登的路上，我们会遇到无数这样的选择题：勇敢还是稳定，舒适还是痛苦，安逸还是改变。我只有一个建议，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永远选择困难模式，因为好走的路都是下坡路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